嗨，各位，我是 Ten。今天我们就不藏私，直接公开防水的施工最重要的2道工序。来给我看一下，再厉害的防水涂层啊，也撑不过20几年的摧残啊。那在作业前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这将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成长的动力。诚如刚刚所说的防水施工最重要的2个环节啊，第一的话就是表面的清洁，还有抓泄水坡。那整线的部分呢，旧屋的上方啊，通常会有一些电视的天线啊，还有水管。注意一下电线的部分呢，因为日照绝缘的外皮有氧化的现象，所以请不要直接用高压水箱冲洗，这样有可能会有触电的一个问题。那接着就是把它整理固定之后，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清洗环节。那清洗工序的部分呢，我一样是使用莱姆的这台高压冲洗机。作业安全防护的这个部分有感电跟高压水柱冲击的一个风险啊。感电的部分，我在延长线的源头端有加装插座式的漏电断路器。高压水柱冲击的部分呢，我穿着雨鞋跟乳胶手套来做一个安全防护。那接下来就是抓泄水坡啊。那施工前请确保施工后的5天是不会下雨的。好，洗完了，刚好下雨，提供北亚刀来帮忙我洗啊。那今天就先这样子了。我们今天准备在做隔壁的防水，已经给它拖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了。好，那第一个步骤，先把这些清洁工具吊上去。各位，今天风有点大，今天所用的材料大概是就这一些。我们今天快速介绍一下我们的暗场。暗场的部分呢，它四边的角落有比较低洼的现象，那低洼就会造成它这个漆有剥落的现象，把这个都裂开。然后这边也是属于比较低的。比较低洼，我们会把水引流过来排水口，还有周边的部分，我们尽量能清的都把它清掉。好像这个有电线的部分就比较危险，我们会想办法把它垫高。然后水管的部分，上次有稍微把它垫高了，然后上次这一颗马达有漏水，现在又没漏了，奇怪。再来，接下来我们大概几个月前就已经有先清扫过了，然后这边也是属于比较低洼的地方，今天先做刨除，开始。做着太阳要下山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在积水，它的旧漆有剥落的地方全部都给它做刨除。我们把所有的排水孔这边都把它小保下去，让它水流会比较顺。还有这个墙边都有剥落的现象，我们都已经把它刨除了。马达的部分，我用水管把它垫高。好，然后所有的水管、电线都给它悬空，然后电线也都把它悬空，所以基本上整个地面都已经没东西了。我们把最吵的公事利用白天做，才不会吵到别人。然后晚上再来做一些美差，晚上也比较凉但是没有太阳的加持，会干得比较慢，慢慢干也不错啊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休息，拜。
各位可以看一下，现在已经大概是90%干了。那90%干的时候，你还发现有积水，那就是真的是比较深的地方。好，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一块跟这一块，这一块处理的话，通常我会从角落边边呐，整个都把它垫高，不然你这边垫高了之后，水又往那边跑，那也是徒劳无功。到这边的话，我也是会把它往墙边垫高，然后这边没有积水积得很深，所以一下子就风干了，然后延伸到这边来，这个周边有积水，所以我会再把这个周边稍微修下去一点，让它水流可以比较顺。然后还有中间的部分，我们也会稍微垫一下。其实中间对我来说是比较不重要，但是这个相对有比较深一点点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走，这边积蛮深的，然后墙边大概10公分的地方都要垫高，一直延伸到这边，这边是没有排水孔的哦，所以这边要垫得更高。然后还有这一块，让它积水不要积那么深，可以一下子就风干了，那是最好的。今天我们把整个底再削下去一点。我们这边是要加的是 P707，然后它要稀释3:1，然后再跟水泥沙做一个调和。我们不是专业的，所以刷不太平。所以我们用毛刷涂一点那个稀释的707，然后稍微把它抹平。好，各位，我稍微说一下，我们这一次用2种水泥，一种就是水泥加我另外买的沙子，然后一种就是干拌水泥。这两者的差异，我觉得是干拌水泥比较合适啊，因为这种沙子的话，它是没有滤过的，所以它的沙子是比较粗的，所以会有那种小细石的那种感觉。你看，这个是沙拌水泥的，所以它会有一些石头比较粗糙的部分，像这一种。那你买整包的干拌水泥，它的沙是有滤过的，所以它的沙是特别细，你可以看得出来的差异。好，各位，今天天气阴阴的，所以我们不施工，然后我们处理一下马达漏水的问题。这个热水不处理起来的话，我们没办法进行施工，因为用挡嘛。这台马达也蛮好笑的，直接从1次车接开关出来给他，所以他没有经过漏电断路器。我们超久没有买马达了，上次好像3800，这一次4350，热水专用。确认一下电压，220。